端午节又称五日节、重五节、五月节、端阳节、天中节、龙舟节、玉兰节、地腊节、菖蒲节、艾节、粽子节等，因与夏至时间相邻，又被称为夏节。作为汉族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与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4大传统节日。每年农历5月初5，这场将拜神祭祖、祈福辟邪、欢庆娱乐和品尝美食融为一体的民俗盛宴都会如期而至。端午一词最早出现于西晋的《风土记》，仲夏端午谓5月5日也，俗众此日也，与夏至同。端，古汉语有开头、初始的意思，称端午也即初五。说文解字，端，物出生之体也，即说端为初的意思，因此5月初5被称为端午节。岁时广记说，京师士陈人以5月初1为端一，初2为端二，数以至5谓之端午。古人习惯把5月的前几天分别以端来称呼，因此5月的第一个5日谓之端午。端午节源于自然天象崇拜，由上古时期的祭龙活动演变而来。在仲夏端午这一天，苍龙七宿飞升于正南中央，位于全年最中正之位，正如易经乾卦中所述，飞龙在天。因此，端午被视为飞龙在天的吉祥日，也是龙及龙舟文化贯穿端午节传承历史的原因所在。华夏民族是伏羲青龙氏的后裔子孙，即龙的传人。上古时期，随着三皇五帝氏族的不断繁衍，居住于中原南部的华夏先民开始向淮河、汉水、长江以南地区迁徙。春秋时期之前，他们已经建立了以龙舟竞渡为形式的文化习俗，以此祭祀人文始祖伏羲。龙舟竞渡的传统源于上古时期发生的一场毁灭性洪水。传说中的华夏始祖伏羲和女娲乘坐葫芦船，在洪水中逃往昆仑山，并成婚生子，从而使人类得以幸存繁衍。关于端午节的来历，现今流传最广的传说涉及3位历史人物。第一种传说与战国时代的楚国诗人屈原有关。屈原对楚怀王忠心耿耿，却惨遭排挤，后被流放，最终他选择在5月初5这一天投江自尽，以此殉国。虽有百姓划船赶来救援，却无济于事，于是人们荡舟江河来表达哀思之情，后演变为龙舟竞赛的习俗。当时的人们还向江中投掷米团，以防止鱼食尸体，后来逐渐演变为民间吃粽子的习俗。在江浙一带流传着河神伍子胥的传说。伍子胥原为春秋末期楚国人，父亲伍奢因执剑被楚平王所杀。于是，伍子胥投奔吴国，并协助吴国伐楚，以报仇雪恨。后来，他因建议彻底消灭越国而遭到谗言陷害。伍子胥在死前说道：“我死后，将我的眼睛悬挂在吴京之东门上，以看越国军队入城灭吴。”话音刚落，便自刎而死。吴王夫差听后大怒，将他的尸体于5月5日投入大江。传说伍子胥死后化作涛神，世人为了纪念他，才有了端午节。第三种传说与孝女曹娥有关。曹娥是东汉时期上虞（今浙江绍兴）人，他的父亲溺水亡于江中，数日也找不到尸体。当时年仅14岁的曹娥昼夜沿江嚎哭，过了17天，也就是5月初5这一天，他投江而亡。5日后，抱着父亲的尸体浮出水面。曹娥的孝行感天动地，在民间广为流传。后人在曹娥投江之处兴建了曹娥庙，他所居住的村镇改名为曹娥镇，曹娥殉父之江更名为曹娥江，而人们也就在曹娥投江寻父的5月初5这一天来祭奠他。划龙舟竞渡，在龙舟上给曹娥塑像，成为会稽一带的风俗。相比之下，端午节虽然后来与春秋时期的伍子胥、战国时期的屈原，甚至东汉时期的曹娥等人物联系在一起，但实质上不过是借用了上古时期华夏先民的端午文化和龙舟竞渡传统，以纪念不同江南地区的人文英烈。在春秋时期，中原地区已有过端午节的习俗，早期的目的主要是祈福驱瘴。后来，端午节才逐渐与爱国诗人屈原联系在一起，
增添了爱国主义色彩。作为节日的端午节，则是在汉代形成的。据风俗通义记载，早在东汉时期，人们便开始在农历5月5日防范鬼魅，预防疾病流行。在先秦时期，普遍认为5月是毒月，5日是恶日，传说这一天邪佞当道，五毒并出。因地域文化的差异，民间流传有许多不同的五毒版本，其中流传最广泛的五毒当属蜈蚣、蝎子、蛇、蟾蜍、壁虎。关于5月5日是死亡之日的传说也很多，例如《史记·孟尝君列传》中记载，历史上有名的孟尝君就是在5月5日出生的。其父曾嘱咐母亲不要生下他，因为认为5月子者长于户籍，将不利其父母。另外，宋徽宗赵佶也是在5月初5出生的，从小被寄养在宫外。自先秦以来，将5月初5视为恶日及不吉之日是一种普遍现象。因此，在这一天采集药草、插菖蒲和艾叶以驱鬼，熏苍竹、白芷和喝雄黄酒以避疫就成了合理之举。此外，古人5月常采摘兰草，盛行以兰草汤沐浴，驱邪辟毒之俗。这里的兰指的不是兰花，而是菊科的佩兰，它具有香气，可以用来煎水沐浴。这也是端午节又被称为玉兰节的由来。后来一般使用坚蒲、艾等香草进行沐浴。在广东、湖南、广西等地，这一传统至今依然存在。斗草又称斗百草，是中国民间流行的一种游戏，属于端午民俗。关于这项传统的文献记载最早见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每逢端午节，人们会外出采药取草，插艾于门上，以解入暑毒疫。采草归来后，人们还会以草为对象进行比赛。斗草一般有武斗和文斗两种玩法。武斗比试草茎的韧性，两方各持自己的草向后拉扯，以断者为负。文斗对花草名，互相比试谁采的花草种类最多。在端午当天，有以雄黄涂抹小儿额头的习俗，据说可以驱避毒虫。大人们用雄黄酒在小儿额头画一个王字，一借雄黄以驱毒，二借猛虎之威以镇邪。还有一个有趣的习俗是佩戴长命缕，亦称续命缕、续命丝、延年缕、长寿线、五彩缕、五彩绳等。5月初5，人们把五色丝线合鼓成绳，佩戴于小儿脖颈，或系在小儿手臂上，或挂于床帐、摇篮等处，据说可以避灾除病，保佑小孩健康平安。与端午节有关的另一个习俗是佩戴香包，又称香袋、香囊、荷包等。香包有用五色丝线缠绕制成的，也有用碎布缝制的，内含香料，佩戴在胸前，散发着芬芳的香气。戴香包颇有讲究，不同的造型象征着不同的祝福。例如，老年人一般戴梅花、菊花、桃子、苹果、荷花等形状的香包，而小孩则喜欢飞禽走兽类的，如虎、豹子、猴子上杆、斗鸡赶兔等。果肚也称为护肚，呈椭圆形，通常用红布制作，大小正好能护住小孩的肚腹。上面有带子系在脖子上，左右的带子则系在腰间。果肚上常绣有蟾蜍、蝎子、蜈蚣、壁虎、蛇的图案，这种被称为五毒果肚。五毒兜肚主要流行于中国的西北地区，而陕西最为盛行。据说小孩穿上这种果肚可以辟邪驱毒。放纸鸢即放风筝，有着放走晦气、祈福消灾、求得吉祥的寓意。制作纸鸢时，人们会在竹篾等骨架上粘上纸或丝绸，并在上面绘有吉祥图案或文字，然后拉着系在上面的长线，借助风势将其放向天空。在端午节，孩子们放风筝被称为放秧，这一习俗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祝愿的表达。钟馗是中国民间传说中驱鬼辟邪之神。最早的钟馗画像，据说出自画圣吴道子之手。后来，钟馗画流入民间，绘制钟馗画大都作于端午节当天或前后几天。人们于大门或堂中挂钟馗图一整月，象征着把福气好运、镇宅之神请进了家门。在端午节这一天，更是有跳钟馗、
闹钟馗的习俗。这项古老的民俗表演活动体现了民间崇尚钟馗刚正不阿、除害降福的美好愿望。赛龙舟作为端午节的传统民俗之一，历史悠久，是一项集体划桨竞赛活动。龙舟竞渡通常分为请龙、祭龙神、游龙和收龙等几个部分。在端午节之前，人们会选定一个吉祥的日子，举行隆重的请龙和祭神仪式。赛龙舟比赛中，每艘船会装上华丽的龙头和龙尾，队员们身着统一服装，齐心协力划动船桨，竞相比拼速度。赛龙舟活动旨在辟邪祈福和祈求丰收。粽子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美食，在古代，粽子称为角黍，最早是作为端午节拜神祭祖的贡品。粽子种类繁多，形状各异，有锥粽、菱粽、筒粽、秤锤粽等。粽子主要材料是糯米、馅料，用芦苇叶或箬叶包裹而成。糯米有时也可用大黄米替代，常见馅料有鲜肉、卤肉、蛋黄、枣泥、豆沙、莲蓉等。从口味上分，粽子有咸粽和甜粽两大类，既可冷食也可热食。端午节还有食五黄的习俗，五黄指雄黄酒、黄鱼、黄瓜、咸蛋黄、黄鳝或黄豆。雄黄有解毒杀虫之功效，可治痛疮肿毒、虫蛇咬伤。民间认为，饮了雄黄酒便可杀五毒。俗话说，喝了雄黄酒，百病都远走。在普通酒中放入少许雄黄粉末泡制而成的酒就是雄黄酒，以菖蒲粉末拌雄黄粉末加入酒中则称菖蒲雄黄酒。传说端午节吃绿豆糕是为了纪念春秋末年吴国大夫伍子胥。每逢端午佳节，人们备上伍子胥生前最喜爱的绿豆糕，以此表达对他的崇敬之情。此外，从节气角度来看，端午节正值仲夏，天气炎热多雨，多食具有清热驱暑功效的绿豆糕对身体健康大有裨益。而绿豆糕中的糕字与高谐音，象征着蒸蒸日上、步步高升之意。因此，一些地区的人们除了在端午节享用绿豆糕外，还会携带几何拜访亲友，以此传递美好祝愿，祈求平安健康。至此，我们一起学习了中国传统四大节日之一的端午节的由来和传说，以及与这个节日相关的民俗活动和特色美食。祝福大家端午安康，百毒不侵，万事如意，好运连连。如果你喜欢以上内容，请记得帮我们点赞。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以观看更多的优质双语教育内容。